爹，拜坟真的有机会让我被仙人选中吗？太爷爷，我又来看您了。大师说了，栓子根骨不凡，您一定要保佑咱家小栓子被仙人选中啊！我都死了几十年了，也没见到过仙人。记得刚穿越来这修真界时，我也是因为那句根骨不凡，定能被仙人选中，至此一腔热血开始幻想修仙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被枕边人算计，甚至死后还被挖走了胸前的骨。仙人，我看不过是皇娘一梦罢了。这是仙人！是仙人，仙人来了！快去叫村长！仙子大驾光临，小老夫有失远迎。把村里所有人都叫到这里来。仙人，活的仙人！此物名为测灵盘，可以测出灵根属性。一个一个上来，把手放在玉盘上。下一个。不应该，苍灵根的气息如此明显，源头就在这座小镇附近，不可能找不到。除非拥有苍灵根的人不在这群人里。后山还有人住吗？后山没人，倒是有个坟头，叶家太爷埋在那儿，死了30多年了。仙人？怎么会有仙人来这里？难道我叶家出了修仙奇才？苍灵根的气息就是从这具骨架上散发出来的，总算找到了。这不是叶家太爷爷的坟吗？30多年了，这骨头咋还这么白？苍灵根，顶级根骨没错，这是天意。要不要复活这个人？我这恰好有一枚8品往生丹，足以重塑肉身，召回残魂。但往生丹何等珍贵，整个云淼宗的丹库里都找不出第2枚，用在一个死了30多年的凡人身上，值不值？如果这具苍灵根的骨架能够复活，能够修行，那就是云淼宗100年难遇的天才。苍灵根的修行速度足以在100年之内冲击元婴，甚至更高。30年，如今竟得此机缘，死而复生。多谢仙子再造之恩。起来吧。你死了33年，我用往生丹重塑了你的肉身，但你肉身根基极不稳固，你现在的身体最多还能撑10年。10年之内，如果你能踏入炼气境，以灵灰温养肉身，寿元可以大幅延长。但如果10年之内无法踏入炼气境，肉身就会自行崩溃，届时神仙难救。当然，你还有第2个选择，我可以取出你体内的苍灵根根骨，再给你10颗长生丹，让你儿孙绕膝，安享晚年。仙子，我都死过一回了，还怕再死一回？我选择修仙。修仙！走吧。从今日起，你是云淼宗的人了。爹，太爷爷活了！算命先生说的对，咱家祖坟是真冒青烟了。
你在山脚等着，不要乱走。仙子放心，跑不了。苍灵金，梦瑶，苍灵根，我云淼宗力派3000年，头一回出这等大喜事儿。苏长老慧眼如炬，这等机缘都能被你撞上。苍灵根啊，100年难遇，1000年难求。若能收入门下，悉心培养，我云淼宗何愁不能跻身顶级宗门之天？人呢？带来了没有？多大年纪？根骨品相如何？说完了。苍灵根是真的，但有些事我得先说清楚。死而复生，往生丹重塑肉身，根基不稳，只剩10年授权。你说只能活10年？最多10年。10年？一个凡人从零开始修炼，10年连炼气境都未必站得稳，更别时以灵水温肉身延续寿元了。那枚往生丹，既然人已经活了，那就别浪费。苍灵根的根骨是可以移植的，诸位应该都清楚。宗门首席弟子陈玄策仙灵根，修行20年已至筑基巅峰，差的就是极品根骨。若将苍灵根移植到他身上，以他的资质，金丹指日可待，元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一个活不了10年的老头和一个前途无量的首席弟子，孰轻孰重，不用我多说吧。废物利用，总好过白白浪费。韩长老说的在理。傅毅，与其让苍灵根跟着一个将死之人白白糟蹋，不如物尽其用。拆了根骨，给那老头几颗长生丹，安度余生，也算仁至义尽了。不行。苏长老，我说不行。往生丹是我的，人是我救的，带回宗门也是我的决定。他选了修仙，我答应他，谁要动他的根格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都说完了，苍灵根难得，人也已经救了，再争下去没有意义。这样吧，把人安排到外门，给他一个普通弟子的身份，资源按一般弟子的标准发放，不多不少。他能不能修炼出来，全看自己的造化。10年之内，若他能修炼有成，成为内门弟子，证明他值得培养，宗门自会考虑。若10年之后他仍是凡人之躯，寿元耗尽之时，苍灵根归宗门处置，掌门说了算。是。孟师妹，有一点我要提前说清楚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得私下给叶长生任何额外帮助，不给丹药，不传功法，不开小灶。他走的是外门弟子的路，就按外门弟子的规矩来。你救他是你的心意，但宗门的规矩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心意而破例。明白。千和，师傅，听说您带回来一个苍灵根，在哪儿呢？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山脚，你去一趟，把他带到外门，安排个住处。就这样，不用安排到内门吗？苍灵根哎，外门普通弟子待遇，这是掌门的意思，而且不允许我干涉。千和，把这个给他。师傅，掌门不是说了不让您……这是他入门前我就准备好的东西，算不上额外帮助。知道啦。你就是叶长生？是我。我叫苏千和，苏长老的弟子，以后你就是云淼宗外门弟子了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住的地方。
你今年多大了活着的时候90岁，死了33年，你算算。？10加33，那你也有100多岁了。不过100年对于修仙者来说不算什么。条件是差了点儿，外门就这样，将就将就。比坟里强。差点忘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灵脉符，贴在胸口，灵脉会自行流入经脉，帮你运养灵胚。你现在的身体底子太差，没有这个，连感应灵气都费劲。师傅让我给你的。替我谢谢苏长老，这份恩情叶某记下了。他日若有所成，必当涌泉相报。别说这些大话了，照顾好自己，别死那么早就行。只差一步，只差最后一步，我就能正式踏入修行之路。10年之内，我必踏入炼气境。周木易，你等着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废物了。堂堂穿越者，连桶水都打不上来。这是灵气，而且浓度不低。就喝了那么一点水，身体竟然年轻了几岁。不对，水是普通的井水，这口井我昨天就看过了，井底没有灵脉，没有灵石，一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井，那灵气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灵珠，在地渡的那33年，那根灵珠缠绕着我的全身骨，但缠得最紧的地方是右手掌心。当时也是因为有着灵珠的滋润，才让我的骨头洁白如玉，恢复顶级根骨。灵气，满满一桶灵气充盈的水。奇怪，怎么一点灵气都没有？唉，都魔怔成这样了，还修什么仙？看来不是所有东西都行。水可以，捉茧、棉花都不行。看来灵脉中只对吃的东西起作用。唉，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，看来得想个办法。这是面香，
那个方向是云淼宗的外门伙房。昨天跟苏千和上山时，他说过，可惜要拿弟子腰牌去领。腰牌？昨天走得急，忘了要，没有腰牌领不了饭怎么办？不行，先去借来吃了，等有了腰牌再还。哎，慢着慢着！新来的吧？是，我叫徐州，管这伙房的。你呢？叶长生。慢点吃，噎着了不好受。我这酥饼面和的实，得就着水。老徐，还有没有别的吃的？还没吃饱？呵呵，行，等着。酥饼没了，不过我这儿还有点压箱底儿的好东西，一般人我可不舍得拿出来。2级灵兽的肉，秘制酱料腌了3个月，果木熏了7天7夜。灵兽肉金贵，伙房1个月才分到几斤，一般弟子根本轮不上。我攒了好久才攒下这么一块，本来打算留着自己慢慢吃的。拿着补补身子，你这副骨架不吃点好的撑不了几天。这太贵重了。什么贵重不贵重的？我在这伙房蹲了快60年了，炼气3层卡了30多年没动过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什么看不开的，就一块肉，又不是渡劫丹。60年，炼气寂静的修士寿元可增100年，驻颜是常事。这个人看着年轻，实际上怕是80、90岁的老人了。在伙房蹲了60年，炼气3层卡了30多年，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。多谢。你这是炼气境？我踏入炼气境了。老徐，你这肉是真的好。我在这黄待了60年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见过，但吃块肉就能年轻10几岁的，你是头一个。苍灵根果然不一般，灵气一入体，连肉身都跟着逆转了。不过你这吃相是真不咋地。老徐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刚突破，得赶紧回去稳住。今天这顿饭我记下了，他日若有所成，这份一饭之恩，叶某加倍奉还。得了得了，几块酥饼1块肉的事儿还加倍奉还，说的跟话本子似的。拿着，回去饿了再吃。我这伙房别的没有，吃的管够，照顾好自己就行。你这把年纪了，能踏进炼气境已经是天大的造化，别糟蹋了。炼气境1层彻底稳住了，灵脉种嵌在右手掌骨中，能对可食用之物附灵，吃下去灵气立刻吸收。苍灵根还会将灵气效率放大数倍，关键在于食物的品质越高，附上去的灵气就越浓。普通井水灵气稀薄，聊胜于无，酥饼好一些，面粉和油脂能承载更多灵气，而那块2级灵兽的熏肉，则是直接让我从灵胚破入炼气境，一步登天。那如果能弄到更高级的灵兽肉呢？不现实，2级灵兽的肉在伙房都算稀罕货，3级、4级的连见都没见过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品质高，能入口的？对呀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如果能弄到药材，哪怕是最低级的药材，被灵脉种加持一遍，吃下去的灵气力量。来了，今天的酥饼还没烤好，粥倒是有。
一晚上的功夫，你又年轻了。你这体质可真邪门。老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宗门有没有那种能随便吃药材的地方？随便吃药材？你当那是萝卜白菜呢？一株品相过得去的灵草，少说值10几块灵石，好一点的几百上千，极品的你这辈子都买不起。你跟我说随便吃，你这老糊涂，是不是昨天突然把脑子烧坏了？那就真没有能沾药材边的法子了。法子嘛，倒也不是完全没有。宗门丹院你知道吧？那帮丹修整天炼丹，药材用量大的吓人，但产生的边角料也不少。这些东西对丹修来说是废料，叮了也不心疼，所以丹院一般都是直接扔掉的。丹院在哪儿？外门往北走，过了那片竹林就是。不过你别乱闯啊，丹院的人脾气不太好，你一个外门新人。这老小子跑得倒挺快。那个，请问你是来试丹的？试丹？对啊，丹院新炼了一批补气丹，需要炼气境的弟子试药效。你是炼气境吧？正好，今天来试丹的人不多，进去吧。左转第3间。这就是传说中那个苍灵根的弟子，这么大的年纪还来修仙。听说是苏长老带来的，估计走了关系，让他来试丹吧。可这把老顾能扛住药效吗？别爆体而亡了，就是死了也不关咱俩的事儿。这些对丹修来说是垃圾，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座金山。好苦！这一把灵轴根固的灵气量，顶得上我喝一整桶灵水。突破了炼气境2层，2天从灵胚到炼气1息，再到炼气2层，放在修仙界，这个速度简直是疯的。就算是天灵根的天骄弟子，从炼气1层到2层，快的也要个把月。咱丹院什么时候开始养牛了？吃草？人怎么吃草？真的，丹院的陈师兄亲眼看见的，蹲在料房里，2只手抓着灵巧根血往嘴里塞，跟喂牲口似的，满地都被拱了。不是吧？他是不是修炼出了岔子，走火入魔了？走火入魔？他才炼气境，哪来的火给他走？我看就是老糊涂了，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牛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来干嘛？我来……不行，秦师兄说了，在你能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之前，禁止踏入丹院半步。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终于走了，你说他该不会晚上翻墙进来吧？不至于吧？要不跟院长说一声，料房的门加把锁。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。听说你变成牛了。苏师姐，你就不能走门进来吗？走门多没意思。而且我想观察观察你到底是怎么吃草的。这丫头嘴巴是真毒。哼，又年轻了。上次见你还是100岁老大爷呢，现在看着也就80出头了吧。进入炼气境2层就年轻这么多。苍灵根嘛，灵气养身正常。说真的，你跑去丹院吃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整个宗门都传遍了，有人说你老年痴呆，有人说你走火入魔，还有人说你前世是头驴。唉，我没有令牌，伙房进不去，到宗门2天了，没吃过一顿正经饭，饿得实在撑不住，伙房又进不去，就跑到丹院碰运气，结果发现料房里堆了一地的废药材，好歹填肚子，就吃了一些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那天走得急，忘了把弟子令牌给你了。没事儿，
好歹我也在丹院吃到了不少灵草，算起来也不亏。不行，光给你令牌不够。这个月的外门弟子俸禄20枚灵石，本来该跟令牌一起给你的，你拿着。灵石能在宗门坊市买东西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有，我额外给你补10枚。还有1颗2品桂灵丹，补气行神用的，对炼气境的修饰有些帮助，不是什么好丹，但对你现在来说应该用得上。另外，我再答应你一个请求，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儿。行，那我先记着，以后用得上的时候再说。不过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，别再去丹院吃草了。这事儿传得太广了，丹院的人在笑，外门的人在笑，连内门都有人在传。你一个人丢脸无所谓，但别忘了是谁把你带进宗门的。我知道了，不会再被人发现。这就对了嘛，实在馋了，去伙房正经吃饭，别再干那种事了。对了，就算你真要吃草，好歹也文明一点，别蹲在地上拿手抓，像什么样子？文明吃草。吃饭吃什么？有什么荤菜？炖灵鸡、卤灵兔、蒸灵鱼，还有红烧灵牛肉，1枚灵石1份，各来1份。4份？你一个人吃？再加4个馒头，2碗粥。那就是吃草的那个，吃了多少？4盘菜，4个馒头，2碗粥，一个人，而且他用手抓的，没用筷子。丹院是一定要再进去的，食堂那些零售菜再怎么吃，灵气含量也就那么回事，跟丹院料房里堆成山的药材废料比起来，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炼气2层到3层的门槛不低，光靠啃灵鸡腿和灵米粥，怕是吃到明年也突破不了。但丹院把自己禁足了，要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。容量不够，那就提升容量，提升消化速度。如果能让丹田周围的经脉运转得更快，灵气吸收得更快，那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就更短，消化就更快，我就能吃得更多。谁啊？大半夜的，外门的。外门弟子只能进第1层，一次最多借2部功法，10日内归还。别碰架子上的红铅功法，那些是内门专属的。巨猿吐息诀，凡阶下品，最基础的呼吸吐纳功法，修炼速度慢，适合无灵根凡人强身健体。玄水诀，凡阶上品，水属性攻击功法，我不是水灵根用不了。烈火掌，凡阶中品，火属性功法，同样用不了。第1层的功法果然都是糊弄人的。百脉通明诀，凡阶上品，此功法可调节体内经脉流速，短时间内加速某一区域的灵气转，获得瞬时，时间极短，实战价值不高，不推荐修炼。调节体内经脉流速，加速某一区域的灵气运转，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吗？别人觉得这功法实战价值不高，那是因为他们用它来拼命，短时间爆发一下就没了，谁用谁亏。但我不需要拼命，我需要的是让丹田周围的经脉转得更快，把吃进去的灵气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吸收。只要消化速度跟上了，我的胃就能腾出空间，就能吃得更多。吃得更多就意味着灵气摄入量更大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
我也成了，虽然只维持了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就散了，但确实成了。丹谷里的灵气运行效率确实提升了不少，胃口也确实变好。同样的时间需要2个时辰才能消化的，现在大概1个时辰就够。吃的一样多，但消化时间缩短了一半，这意味着我可以多吃一顿。皱纹又浅了，年轻时候的样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回来。你他娘的出老千，3把通杀，谁信你？我冤枉你，你自己少抽怨谁？行了，别吵了，俸禄全输光了，这个月喝西北风吧。这个月完了，20枚灵石，1个晚上输了个精光，回去吃土吧。谁让你非要加注？最后那把你要是不跟，还能剩5枚呢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你不也输光了？哎，你们看。哦，谁呀？这么晚了还在院子里坐着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那个吃草的老头吗？就是前几天跑去丹院啃药渣子的那位，整个外门都传遍了。吃草的，就是那个被人叫丹院那头牛的。没错，就是错。听说在食堂也是一绝，一顿饭吃了4盘灵兽菜，用手抓着吃的，外号大卫。这么猛，还有3分是觉得人真好意思。师哥，你说这人都疯成这样了，留着俸禄还有什么用？他那份这个月的灵石8成还没花呢。而且我听说掌门亲口下令，禁止苏长老帮助此人，就是说他现在是没人管的。2个炼气3层，1个炼气2层。领头那个矮胖的，灵气厚度明显超出3层，体内隐隐有4、5层的底蕴，不好惹。什么事儿？叶什么来着？叶长生。对，叶长生老叶啊，兄弟几个手头底下跟接点灵石周转周转。你这个月的俸禄应该还没花吧？借出来用用，回头还你。没有，花完了。老叶，你看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大家都是外门兄弟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何必呢？把俸禄交出来，大家相安无事。你一个才来几天的新人，犯不着为了几块灵石跟兄弟们闹不愉快。我劝你掂量掂量，我是苏长老带进宗门的人，动我之前想好后果。苏长老，老叶，你这消息也太闭塞了。掌门亲口下的令，苏长老不得给你任何帮助。宗门上下谁不知道？你现在就是个没人罩的外门杂役，搬出苏长老的名号唬谁呢？别磨叽了，把灵石交出来，我们拿了就走，不为难你。走。苏梦瑶的名头不好使，那就只能靠自己了。不给，老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他有境界！废物，闪开！哼，炼气2层，就这？最后一次，灵石交出来，我就不打了。不给，找死！走！刚才那一掌
左手碰到石宽掌力的一瞬间，灵脉种穿过经脉涌入了左掌。通过左手释放出去之后，威力翻了好几倍。看来灵脉种不只能给食物添加灵气，它还能强化功法。听说没？石宽昨晚去找那个吃草的麻烦，让人一掌打飞了。石宽，炼气5层那个石宽，还能有谁？人是被抬回去的，当场掉了2层境界。真的假的？那个吃草老头才来几天啊？他之前不是才炼气2层吗？谁知道，反正石宽那边的人都说了，那一掌的灵气波动怎么也得有炼气7、8层。7、8层？他修炼才几天，所以才邪门。一颗苍灵根，若是种在和合之人身上，足以让一个平庸修士脱胎换骨。若不是掌门已经发过话，师父，进来。叶长生的事，你听说了？听说了。昨夜他击退石宽，一掌震落对方2层境界。从今天起盯着他，他吃什么，练什么，见过什么人，境界有什么变化，全部记下来，按时报给我。弟子明白。如果他的修炼进度太快，弟子明白。外门弟子私下切磋本就是常事，动手时一时失了分寸也不稀奇。去吧。2根肋骨裂了，胸口经脉淤堵，好疼。炼气2层的灵气量薄得可怜，靠这点东西恢复伤势几乎没什么指望。早知道这样，那20枚灵石交出去也就算了，挨这顿打实在不值。2品桂灵丹本来想留着冲境界用，可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伤再拖下去，别说修炼，过几天连路都走不稳。真要伤到根基，那损失的就不只是几天修炼时间。丹药变了，这颗丹药里的灵气浓度至少翻了1倍，药性也纯净了太多。2品桂灵丹直接变成了3品。这几天自己吃灵草废料，吃灵兽肉，喝灵水，啃酥饼，满脑子都在研究怎么吃，愣是没往丹药上想过。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灵脉种用在丹药上，2品变3品，3品再放提阶往上提，丹药才是灵脉种真正该走的路。滚过之处，淤堵的经脉接连被冲开，清光奔涌入胀痛，变成酸胀，慢慢变成温热。灵气总量几乎翻倍，炼气3层的门槛已经贴到眼前了，还得找更多灵气。丹药这条路肯定是最好的，吃下去后的灵气收益远胜食物和灵草废料。20枚灵石，之前才用了4枚，现在只剩16枚。云妙宗坊市里最便宜的是1品补气丹，1枚灵石1颗，那效果10颗加在一起，可能都比不上半颗2品桂灵丹。就算拿灵脉种把1品丹提到2品，也还是差了太多。我现在需要的是更高品级的丹药，最少也得3品起步。可3品丹药的市价最便宜也要50枚灵石1颗，16枚连1/3颗都买不到。丹药买不起，丹院也进不去，食堂的饭菜灵气又太薄，丹院废料是眼下唯一能大批量弄到灵气的地方。至于苏梦瑶那边，可以把事情做得隐蔽点，上回是自己太蠢，大白天蹲在料房里啃草不被抓才怪，这次得换个办法，夜里去偷偷吃完就走。哎，那不是谁啊？就那个吃草的。叶师兄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进去看看。叶师兄，这个真不是我们故意拦您，园长有令在先，我们也不敢违背啊。要不您改天再来，或者您缺什么，我们进去帮您拿也成。我进去转一圈，不惹事儿。啊？叶师兄请，您慢走，注意脚下台阶。
炼气3层。刚突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根基基夯稳。轻点，轻点，袋子都快裂了。你往左边走点，左边。我腿都走酸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多？灵气，这东西里面有灵气，虽然混乱，可量很大。等一下，你们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兄们炼废的丹药，火候没控好，药材配比错了，丹炉温度不对炸了的，全都扔这里。我们正要把这一批送去丹虚。丹虚就是丹院后头那个地窖，专门堆废丹的，丢进去放几个月，自己就会烂开，最后化成黑泥。天天搬，烦都烦死了。我来丹院2年半了，整整2年半，别说炼丹，连丹炉边都没让我摸一下，天天搬灵草、倒废物、扛废丹，跟苦力有什么区别？师兄们炼丹，我们干杂活。师兄们炼废了，我们收尾。说是来丹院学炼丹，结果2年多下来，连最基础的控火术都没人肯教。这些废丹能给我吗？给你？对。1人1颗灵石，这些废丹我要了。你先别急，你这些废丹搬去丹虚也是烂成黑泥，谁会没事跑去查这个？再说了，废丹这种东西，正常人吃了只会灵气逆冲，经脉紊乱，拿来当毒药都嫌不好使。他想要就给他，反正不值钱。1颗灵石啊，咱们搬这一趟废丹，工钱总共才2枚，还得3个人分。现在什么都不用干，1人白拿1颗，这种好事你上哪儿找？拿走吧，先说好，真出事了跟我们没关系。多谢3位。喂，你拿这些废丹干什么？不会也要吃吧？放心，不吃。他不会真要吃吧？爱干嘛干嘛。废丹吃了又死不了，最多窜几天息。走吧，收工。这是一颗真正的2品丹药，2品高阶，丹药品质再上一层。100多颗废丹，整整100多颗，发财了。3颗3品，7颗2品高阶，10颗2品中级。固元丹4颗，用来稳修为打根基。补气丹6颗，能直接增加丹田灵气；断体丹3颗，淬炼筋骨，强化肉身；聚灵散2颗，短时间内提升吸收灵气的效率。剩下5颗药性不明，暂时不敢乱碰。这8颗是最适合拿来冲境界的。固元丹留着稳境界，断体丹留着练体魄。那5颗不认识的得先放着，以后慢慢试。今晚先吃1颗3品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得赶紧回去禀报。3代废丹，这消息很重要，师兄一定想知道叶长生拿废丹到底做了什么。去哪儿啊？苏师姐。大清早的，从外门北边那片松林里钻出来，还鬼鬼祟祟的。说说吧，你在那儿蹲了1夜，看什么呢？我只是……
我说，是宋师兄让我来的，他让我盯着叶长生。宋文晨，他让你盯什么？盯叶长生的修炼进度，盯他吃什么练什么，境界怎么变。如果他修炼太快，师父就会安排人去干扰他，想办法拖住他，保证他10年内都进不了断体境。还有，叶长生昨天去了丹院，从搬运弟子手里换了3袋废丹，一人给了1颗灵石，我亲眼看见他把东西扛回住处了。废丹？他拿废丹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他门关得死死的，窗子也遮着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回去告诉你师兄，叶长生的事最好少伸手，再往里掺和。宋文晨派人盯着叶长生，估计这件事的起源并不在宋文晨身上，最有可能是4长老库容真。这条老鹰蛇果然坐不住了，这事得跟师父说一声。师父，说，库容真派人监视叶长生，叶长生又从丹院弟子手里换了3袋废丹。废丹？对，3袋，从丹院搬运弟子手里换的，一人1颗灵石。我也想不通，他拿废丹做什么？他入门不到半月，修行常识不足，多半是急着修炼，觉得废丹里残留的药力也能用来增进修为。不能用吗？废丹内的灵气太乱，丹毒也重，正常修士若是服用，只会伤上加伤，轻则灵气逆冲，经脉堵塞，重则丹毒入丹田，根基都要毁掉。苍灵根品质再高，他现在也只是炼气3层，底太浅，撑不住丹毒。那他要是真吃了，苍灵根受损，前路也就断了。这正是有些人想看到的。枯荣真，那老东西巴不得叶长生出事，若叶长生自己把苍灵根毁了，根本不用等什么20年，苍灵根提前废掉，倒正合了他的算计。师父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我现在就去把那些废丹全收回去。收回来只能解一时之急，他现在缺的不是废丹，是丹药。去丹院给他安个差事，扫地、搬运都可以，挂个名，每月给他领3枚丹药，品级不用太高，凡丹2品就够。师父，掌门之前不是说不让你帮他吗？给丹院添一个打杂弟子不算帮，丹院缺人，他正好闲着，各取所需，和我无关。师父，你这分明就是在关心他。关心？你对他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。师父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除了苍灵根，你对叶长生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心思？胡说，我修的是无上大剑道，剑道求心智如铁，万念不起，情欲对剑修来说是最大的心魔。40年前我渡情劫时就已经斩掉。我留意叶长生，只因他进宗之后处境苛刻至此，没有灵石，没有丹药，没有功法，没有人脉，被长老惦记，被弟子欺辱，可他依旧在修行。他没有自弃，也没有怨怪谁。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辜负那颗往生丹，所以心里有一点欣慰，仅此而已。欣慰？又是欣慰？修剑道的人感情迟钝的跟石头似的，心里明明在意，嘴上偏偏要绕一大圈，拼命证明自己没那么在意。行，欣慰。那我去丹院安排3枚2品凡丹，每月发放。差事嘛，让他扫地去，反正他对丹院也熟。师父，4长老那边我知道，他的手伸不了太长。又年轻了。苍灵根嘛，灵气养生。说说吧，修炼的怎么样了？炼气3层。灵气波动很清楚，炼气3层，而且根基稳得很，压根儿不像刚突破不久，倒像是踏踏实实磨了几个月才有的样子。从入门到现在，满打满算也不到1个月。从一个刚从坟里爬出来，灵胚都没成的枯骨老人，修到炼气3层，不到1个月，
你到底怎么练的？吃。行吧，不管你怎么练的，能到3层，说明路子没走歪。我这次来是有正事，我师傅的意思，给你在宗里找个差事。差事？对，挂个名，领份月俸，总比你天天偷草吃强。你想去哪儿？伙房、藏经阁还是杂物堂？丹院。丹院？你还惦记着那地方？金水楼台。行，丹院就丹院，走。叶师兄，又怎么了？继续说啊，又什么？又来收钱了？没有，苏师姐误会了，我只是昨天的零食。丹院是宗门的丹院，不是你家开的客栈。下回再让我听见你守着大门收过路钱，我亲自来找你聊聊。走。秦师兄，我想给这位叶长生在丹院安排个差事，打杂、扫地都行，挂个名就好。丹院不缺人，真不缺？搬运的、打扫的、看门的都有了，再塞人进来，排班不好排。我不挑活，每天运送些废料、废单也行，不占正式名额。废料和废单也有人负责，不用再填。秦师兄，卖我个人情吧，就一个差事，又不是叫你把丹炉让给他。丹院编制是师傅定的，我不能私改。苏师妹若是要别的人情，可以，下次有事我帮你，但丹院名额不行。书呆子。丹院编制是师傅定的，我不能私改。苏师妹若是要别的人情，可以，下次有事我帮你，但丹院名额不行。书呆子。秦师兄，你知道往生丹吗？往生丹，8品丹药，传说里能起死回生的那种。往生丹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吃过。你说什么？往生丹8品，苏长老亲手给我服下的。我这条命就是往生丹从坟里拉回来的。8品往生丹，你确定是8品？不是仿丹，不是低阶替代丹？确定，苏长老亲口说的。服下去之后是什么感觉？灵气是从丹田开始复苏，还是从骨髓里先动的？肉身重塑时有没有排斥？经脉恢复是从核心往外扩，还是从四肢往回收？你先冷静点儿。冷静？8品往生丹，自祖师爷创下丹院起，云淼宗有记载的8品丹药总共就3颗，往生丹更只在古籍里见过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吃过1颗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秦师兄，你既然对往生丹药效这么感兴趣，那不如让我留在丹院，我就在你眼前，肉身恢复，经脉变化，灵气吸收，你想看什么都能看。活的药力总比古籍上那几句话更值钱吧？你坐下。丹院令牌，从今日起，你正式编入丹院，差事药力观察体。什么？就是你不用干别的，每天来丹院报道，配合我记录就行。月俸4枚2品丹药。4枚？还是2品？8品丹药的活体药力，整个大陆都未必找得出第2个。4枚2品丹药，换一个长期观察对象，丹院不亏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愿不愿意被解剖？什么？解剖。药力观察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尸检。你现在还活着，只能活体解剖。放心，我下刀很稳，弄死你的可能不大。不愿意，谢谢。多少灵石都不愿意。可惜。收好，走吧。这个书呆子，我认识他5年了，他拒绝过我17次，今天居然让你一句话拿下了。要不是亲眼看见，我都不信他还能主动给人加月薪。4枚2品丹药，再加上我修复废丹的能力，这条路算是彻底通了。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一个人？周沐义。周沐义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听说的，外门弟子闲聊时提过，
说什么灵神宗天才弟子，我就记住了。周慕义啊，灵神宗掌门的亲传弟子，一流宗门的掌门亲传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他有最好的资源、最好的功法、最多的丹药。那女人不到100年就进了金丹初期，放眼九州，同辈修士里能跟他比一比的，一只手都数得出来。外面都叫她灵城圣女，追她的男修多得很，名气也大，九州哪儿都有人知道她。金丹初期不到100年，而我呢，费多仙髓沦为废人，埋进土里33年，死过一回，又被人从坟里拉出来，如今还得跟寿命赛跑，拼命修炼，只为了多活几年。同样的起点，最后却走到了天差地别的地步。周慕义，你夺我髓，造就自己的仙路，等着吧，这债我迟早要讨回。天不早，我困了，你那儿有床吧？借我睡一晚。有，那就行，走快点，我还想洗个澡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老不死的，把我打成这样。就这？你就是那个把石宽打废的？没废，只是掉了2层境界。嘴还挺硬。他欠你什么？赔偿。他把我打伤了，还震掉我2层修为，这笔账总得算吧？听见了吧？石宽要赔偿，你打算赔多少？这2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。石宽吃了亏，这次把帮手带来了。竹林园炼气8情，比自己高出整整5个小境界，正面动手我肯定吃亏。可如果现在服软赔灵石，这事儿也许能了。可要是不认呢，竹林园8成会动手，苏千和就会醒，苏梦瑶也就迟早会知道。枯荣真的人，这盘棋就算彻底露底了。不赔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不赔。石宽上次来抢我灵石，我打他是他自找的，真要算账也该是他赔我。有点意思。竹林园外门弟子前10，你呢？叶长生。叶长生，你的名头我听过。苏长老带回宗门的苍灵根，只不过是一把老骨头，就你这种人也配修仙？听说你吃了丹院不少草料，但会西医这事儿，我倒是今天才知道。还挺能躲。赢！现在呢，还要硬撑。2品丹药，你一个外门弟子，哪来的2品丹药？丹药哪儿来的？苏师妹，大半夜的，这是做什么？滚出去！不行，我有话要问这位叶师兄。我说了，滚出去！苏师妹，掌门的话你还记得吧？掌门亲口定下的规矩，苏长老不能帮叶长生，宗门里谁都知道。你现在插手，算不算坏了掌门的规矩？哼，我也不是来闹事的，我只是想问清楚，叶师兄手里的丹药从哪来的？来路正，那自然没什么问题。可要是来路不正，那就得请掌门来定了。这条线，你敢跨过来一步，我就废你根基。走。可是走。丹药哪来的？用你给的丹药换的。
最近总有人来找麻烦，我怕自己吃亏，就换了些保命用的。以后别这么干了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觉得我师父救了你，不想再给他添麻烦，可掌门的话就是掌门的话，我再帮你一次，就是在跟掌门顶着来，能躲就躲，真躲不过去就认栽，别想着靠几颗丹药去硬拼，你修为摆在这儿，丹药再多也改不了太多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天会有人来修门。修为摆在这儿，丹药再多也改不了太多。7颗2品高阶，10颗2品中阶，还有5颗来历不明、药性未知的，一共25颗。这些东西若是被人翻出来，他根本解释不清。竹林园已经起了疑，下一次找上门来的，或许就不会只是竹林园，甚至可能直接惊动掌门。与其留着被人查出来，不如一口气全吞了。活下来了。那段经脉在自己吸纳天地灵气，如果这根漏牙继续长下去呢？若有朝一日整窟灵牙贯穿全身经脉，那我岂不是连呼吸都在修炼？叶师兄，我叫周安，秦师兄让我带您认认差事。咱们丹院每天的活儿大概是这么排的：早上40到50搬新送来的灵草送进各丹房，下午未时到酉时清理各丹房废料，再送去料房，料房满了就统一处理。好，我们先去灵草阁。来，咱们先从这边。叶师兄，您在吃废料？当零嘴儿吃习惯了。我接着说，除了搬灵草、清废料，还有一项活儿，搬废丹。每天各丹房都会炼出一批废丹，需要人送去丹墟。原本这活儿是3个人轮班做的，但什么？四长老那边来人了。拿了一张5品丹方，跟秦师兄做了交换。原本负责搬废丹的那几个弟子都被调去别处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搬运废丹还有看守丹院这些活就都落到您一个人头上了。我也没办法，秦师兄答应了那边。枯荣真倒是会下手，拿一张5品丹方换来把所有废丹差事全压在一个人身上。这活累，丹虚又在丹院最深处，一趟一趟来回跑，半个时辰都不一定够。把这些活全堆给自己，摆明了就是要耗空我的时间和精力，让他无暇修炼，10年进不了断体境，苍灵根就归宗门。这条老蛇算盘打的是真响啊！没事，我说没事。这个差事挺好，我喜欢。这不是废料堆，这是宝库。到家了。晚上记得锁门。4品，7颗废丹合成1颗，竟然直接成了4品。如今灵脉种发芽之后，修复速度快了数倍不说，居然还多出了一种新能力——合丹。把多颗废丹的药力揉到一起，去杂留精，最后压出一颗更高品级的丹药。上千颗，整整上千颗废丹。
看来以自己现在的能力，最多也只能练到4品。想再往上走，要么需要更多废丹，要么就得等灵脉种继续蜕变。10颗，够了。又捡回了一条命。修炼过头了。竹林园师兄，竹林园师兄，怎么了？叶长生在丹虚里昏死过去了。知道了。那要不要叫醒他？不用，修炼过度昏迷，硬叫醒反而伤根基，让他自己躺着，醒了自然会醒。这几天谁都别去打扰他，也不准给送吃的跟喝的。我无法违抗竹林院，倘若还想在外门生存，必须听从他的指令。你醒了啊？我还以为你要直接睡死了。先喝水，再吃点东西。你一直守着。竹林园师兄说不准人来打扰你，不过我怕你醒了没人照顾，就偷偷过来看了几次。你睡了差不多1天1夜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照顾我？你是竹林园的眼线？是，我是竹林园师兄安在丹院里的眼线，要定时把你的情况报上去。可我实在不忍看着你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像我爷爷。我进宗门5年了，5年没回过家，也5年没见过我爷爷。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，说不定早就没了。可每次见着你，我都会想到他，所以我不想看着你就这么死在这儿。人仙殊途，踏上仙路之后，凡尘很多事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。宗门里都这么说，修士的命也大都这么走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来帮我？来，不这么做会损我道心。起火了！丹院着火了！是竹林园干的。我虽然没有证据，但肯定是他做的。这竹林园应该知道这些灵草废料对自己有用，一把火烧干净，等于硬生生断我一条修炼路。可惜了，废料库没了，我手里还有丹虚，那座堆着上千颗废丹的地窖才是我真正的命根子。竹林园的这一把火烧错地方了。2品丹药，叶师兄，这从今天起，你照旧给竹林园汇报，不过怎么汇报，说什么都听我的。好，竹林园那边，我替你糊弄。安静！废料库这事必须查清，找到哈者，丹院奖励3品丹药1枚。秦师兄，我觉得叶长生最可疑。很多人都见过隔3差5往废物库跑，一进去就是半天，谁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？对，我也看见过，他还吃废料呢，谁知道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，怕被查出来才放火，说不准就是他毁证据。够了，事情没查清之前，我不想听到有人在这里乱扣帽子。叶长生的差事本来就是在废料库和丹虚之间搬运，频繁出入废料库是他分内的事，不算证据，案交给判院查。在判院给出结果前，谁再乱嚼舌根、栽赃诬陷，
我会亲自报给三长老。判院奉命来查丹院僧案，需逐一排查在场弟子。查便是。叶长生，是。站好，不要运转灵气。追魂伞可追溯魂体主人7日内停留最久之地，若魂者在此，魂体会自行飘往废料库。魂体指向丹虚，与废料库暂无直接关联，但嫌疑尚未完全洗清。在案件查明之前，你不得离开丹虚，待涉案弟子全部排查完毕，案件终结后方可出来。好。关禁闭还是关在丹狱里的禁闭，这些人多半不知道，把我关在这里和把一头恶狼扔进羊池没什么差别。哦，炼气5层了吗？叶师兄，出来吧，结案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谁？伙房那个厨子。叫什么？徐州。你说谁？徐州，伙房那个老弟子。判院拿追魂伞查过丹院里所有弟子都没问题，但起火那天下午，徐娇来过丹院送饭，这个在出入记录里查得到。后来判院又去查了徐娇，追魂伞一落，他的魂体飘进了废六库。现在人关在判院地牢里，2天后定罪。定什么罪？火烧丹院，只能是死罪。先吃了再走，天凉。我要见徐州。不行。丹院弟子叶长生因伏案之事，要和徐瑶核实一些情况。丹院的牌子管不到判院地牢，探视要有判院主事手令，没手令谁来也不行。半个时辰。叶长生，是我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。火是你放的吗？我不记得。那天下午你为什么去丹院？送饭。伙房每3天给丹院送一次，轮到我了。你去废料库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把饭送到丹房后门就走了。你的魂体飘进了废料库。我知道，判院的人告诉我了，可我真没放火。我甚至根本不记得送完饭之后发生了什么。不记得。从丹房后门出来之后，那一段全空了。等我回过神，人已经在回伙房的路上。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失忆，一段无缘无故空掉的记忆，这绝不正常。去丹院之前呢？送饭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？丹药？什么？有人给了我一颗丹药，就在我出发送饭前1个时辰左右。谁？竹林院。他去伙房要热水，临走前从怀里拿出一颗丹药，说是什么补气丹，叫我拿着补补身子。我一开始没要，推了几次，是他硬塞给我的。我不该吃的，可那是一品补气丹，伙房里的人哪有几个见过正经丹药？我没忍住就吃了，吃完也没觉得有哪儿不对，就照常去了丹院，然后后面的事就全断了。竹林园给你的根本就不是补气丹，那是一颗能影响神智的特殊丹药，你吃下去后就成了一个被人牵着走的傀儡，去废料库放火再离开，
一切都在无意识里完成。等药效退去，记忆自然空掉。追魂伞却照样会把魂体行踪照出来，栽赃得干净利索。现在事情过去这么久，药效早散了，你体内根本不可能还留着什么证据。是那颗丹药害的我吧？我在伙房待了30年，切菜30年，炒菜30年，什么聪明事都不会，就会做饭。到头来连一颗丹药都没挡住，活该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贪嘴了。送你了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了，做了30年饭，就攒了这么一本，你拿着吧，留个念想。废料库的事做干净了，干净。追魂伞已经查到伙房那个厨子身上了，潘院那边也定了案，2天后就行刑，和我们沾不上半点关系。牺牲一个厨子，代价不算什么，真正重要的是结果。叶长生和那厨子有些交情，少了这样一个人，心神必定受扰，人一乱，修炼自然也就慢下来。师父的意思是先别碰叶长生的命，让他修炼进度延迟就够了。一个心神不稳的修士，修炼效率最多不过平时30%，10年受限，经不起这样耗。宋师兄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了人盯着叶长生，他每天做什么，见了谁，修炼到哪一步，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。谁？周安，丹院里负责搬东西的弟子，叶长生和他接触的最多，这人老实，不会出纰漏。下个月外门大比，好好表现。大比之后，师父会把你提入内门，归到4长老座下。多谢宋师兄，师兄放心，叶长生那边绝不会出一点岔子。啊，叶师兄，你可算出来了！徐昭他……我知道。你知道了？死了。今天早上在潘院刑台上行的刑，没人替他说话。我去丹院。炼气5层。你进丹院才半个月，半个月前你还是3层，长得快。龙纹丹，这是4品中阶龙纹丹。我了12年丹，耗了那么多灵草，也是在去年才勉强摸到4品中阶的门槛，成丹率不到1成，10炉里都未必能出1颗。这丹药哪来的？我炼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颗丹药是我炼的，你若想要，我还能炼。叶师弟，请坐。坐，站着做什么？说吧，你先给个数。数？什么数？这颗4品龙纹丹在你眼里值多少？至少5000灵石，品相上乘的能卖到7000。你这颗纹路完整，杂质几乎没有，6000没问题。秦师兄，这些丹药全部送给你，之后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帮你炼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杀个人，6颗4品丹药配。谁？竹林园。等我一下，想让他怎么死？痛快点，还是多一点？等等，不用你杀。为什么？6颗4品丹药，换一个炼气8层的外门弟子，我不亏。我知道你不亏，但竹林园这条命我得自己拿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挡别的人？我去找竹林园，可能有其他人插手，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些人拦住。行，不过你现在炼气5层，竹林园炼气8层，差3级，
在炼气境里，3个小经纬已经够大，灵气总量、灵气质量、经脉韧性、出手速度不法，你都落下封塌，和鸡蛋撞石头没什么区别。所以我需要一部功法。功法？攻击型的。百脉通明诀偏辅助，没有正面杀伤。我需要一部能让我在差3层境界的情况下，依旧有机会打出致命伤的功法。5颗4品龙纹丹，换一部功法。叶长生随手就拍出来11颗4品丹，看来他想练多少就能练多少，不是夸口。他真长着一条稳定的4品丹药路子，这意味着丹院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丹药困局会被解开，意味着3长老闭关练7品苦情丹时，需要的那些海量辅助丹药，未必再是死结。七杀诀，七杀之道，在于一往无前，不计生死，不留退路，出手即杀招，每招皆夺命。这是3长老早年创下的功法。这功法把灵气全部逼成杀伐之力，不求花样，不讲变数，只讲一个字快。一共7式，每一式都是杀招，没有防入，没有虚招，也没有试探，出手就得见血。修炼者境界越低，爆发反而越狠，因为低境界灵气总量少，灵气越少，越容易压到一击里去，密度更高，杀伤更极端。这部功法什么品级？天阶下品，丹院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修，外头基本买不到。真要估价，一枚6品丹药，我练不出6品丹。我知道，你现在练不出，不代表以后也练不出。你半个月从炼气3层冲到5层，你能练出4品丹，成色比我练了20年的更好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将来练出6品丹只是迟早的事。就当我先压一手。谢了。第一式一杀，全部灵气压进右拳极致凝实的点，一拳轰出。秦师兄，那个叶长生都3天没出丹虚了，废丹全堵在丹房门口，丹房都快进不去了。本来人手就不够，之前3个搬运弟子又被调走了，现在全靠我们几个轮着扛。叶长生拿着月俸不干活，把自己关在丹虚里，也不知道在弄什么，凭什么要我们替他顶活？就是他1个月拿4枚2品丹，领得比我们还高，结果活一点不干，这谁服？秦师兄，这事儿总得管一管，不然大家心里都不平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你还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3个不用来丹院了。秦师兄，丹院编制有限，你们3个的岗位今日起撤掉，月俸停发，令牌收回，明日起不必再来。秦师兄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在丹院做了2年多，就因为说了几句实话，你就把我们赶出去？令牌，可以走了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这10颗是给秦无月留的，至于剩下那些20来颗3品丹，10几颗4品丹，炼气5层巅峰，再进一步就是炼气6层，够了，时机到了。叶师兄，叶师兄，您出关了，闭关这么久，肯定收获不小吧？叶师兄辛苦了，要不要我去给您沏杯茶？竹林园在哪儿？外门东边，连翠院。这个时辰，他多半就在院子里喝茶。叶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
门不会敲，我来取你命。炼气5层，长进不小。不过，你先赔我的门。哼，就这点本事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七杀诀，这是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修的功法。你从哪儿学来的？七杀诀第3层，敌我皆胜。有点本事，可你炼气5层的身子扛不了几次反噬，差我3个境界，还敢跟我正面对轰？不知死活！你哪来这么多丹药？继续。不可能！徐乔，你不该动的。一番之恩，一命相还。徐州，秦师兄，秦师兄为何拦我？因为你要杀他。叶长生当众杀害同门，按宗门律法，杀同门者可就地正法。我不过是依例行事。你依的什么例？就地正法，要么有长老手令，要么有判院裁决。你不是长老，也不是判院弟子，你凭什么正法？秦师兄，你和叶长生什么关系？你是丹院主事，他只是丹院一个杂工，为了他跟我撕破脸，不值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那你为何？我只是觉得杀人这种事该判院来判，不是你。判院奉宗规行事，所有涉事之人不得离场。哟，宋师兄亲自下场啊？怎么着？四长老的亲传弟子，如今进练外门这种破事儿，也得亲手过问了。苏师妹，我师父姓苏，你师父姓哭，咱俩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叫我苏千和。叶长生杀害同门弟子，证据确凿，我希望判院按宗规从速定罪。哼，装什么装？还活着没？活着。带走吧。真是他杀了竹林园！炼气5层杀炼气8层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看他那样子，分明就是拼命拼出来的。刚才秦师兄和宋师兄是对上了吧？天哪！说，从头到尾，一个字都别漏。叶长生出关之后，问完竹林园在哪儿，直接就杀了过去。所以，他是为了伙房那个厨子去杀竹林园的。这个人有点意思。师父，说连翠院的对峙，叶长生与竹林园的死战，周安的供述。炼气5层杀炼气8层，是，而且是硬拼。周安说他一共吞了10几颗3品气血丹，被打倒了不知多少次，每次倒下就爬起来继续打，最后竹林园灵气耗空了，他自己也快没命了，靠着最后那口气把人杀了。
保他。怎么保？掌门那边你们不许我帮叶长生修炼。判案是判院的事，和修炼无关。苍灵根只剩10年寿命，叶长生若死在判验，苍灵根也就跟着废了。掌门不会想看见这个结果。明白了。你说，竹林园给徐州送过一颗丹药？是，叶师兄从判院回来后亲口和我说的。徐州自己也说了，送饭前1个时辰，竹林园去伙房要了壶热水，临走前留下了一颗丹药。什么丹药？叶师兄说，多半是1品迷幻丹。迷幻丹，吃下后人会短时间神志迷乱，意识模糊，可身体还能行动，像个被牵线的木偶，能照着别人安排去做些简单的事。药效退了，期间发生的一切都会忘得干干净净。你起来，回去等消息。秦师兄，迷幻丹是我炼的，我真不知道竹林园要拿去害人。他跟我说是拿去试药的，给了我3枚灵石，我就帮他炼了。秦师兄，我真不知道会闹成这样。平草敛用记录呢？秦师兄，给你的。替竹林园炼迷幻丹的人，灵草利用记录也在。秦师兄，你为什么帮他？他欠我1颗6品药，他死了，谁还我？6品丹药。走。竹林园找他的时间，用的丹方名称，炼过的灵草种类，没有一丝差错，没有一丝的数量，灵象、经脉、丹田。据查，竹林园用迷幻丹操控徐飘，再把罪名扣到徐飘头上，残害同门。叶长生刺杀同门弟子，改为诛杀真凶，越权行刑，以私刑代公法，虽情有可原，但终归不能破，借将死刑改为宗外流放3年。流放3年，对修士而言不长，闭个关，打个坐，眨眼也就过去了。可我如今只剩10年寿命，3年就是我命里的1/3。真正可惜的是丹域那个堆满上千颗废丹的地方。算了，只要命还在，就不算彻底断路。出来了，给你和苏长老添麻烦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替一个被冤死的老厨子报了仇，还跨3个境界，硬生生宰了一个外门前10，这种事儿云淼宗好几百年都没出过。我师父嘴上不说，心里多半也觉得痛快。有情有义，这4个字很值钱。这是我师父的佩剑之一，名叫双痕，跟了他至少6、70年，一直被他剑水温养着，现在已经是天阶中品。你一旦下山，就不在宗门庇护里了，外头什么人都有，散修、妖兽、盗匪，偏一点的地方还有魔修。师父说给你带件能用的家伙，起码别还没活到3年后就先死在外面。替我谢过苏长老，这份恩情我记住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到山脚。判了，流放3年。多谢。谢什么？谢你替我挡了宋文臣那一剑，若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和竹林院埋一起了。你欠我1颗6品丹药，我记得。欠债的人不能死，你死了谁还我？3年后6品丹药，我亲手送到你桌上。走吧，别耽误我推丹方。路上小心。你要去的地方叫云山城，那是云淼宗在南边的一处据点，城里有宗门驻点，城长也是宗门的人，会给你安排住处。你在云山城待3年，这3年里可以在城里接任务赚灵石，也可以出城历练。3年期满，宗门会派人去接你回来。不过云山城必就在外头，别惹事，低调修炼，活着撑过这3年就行。
对了，你想不想知道秦无月为什么会帮你？他不是说了，因为我欠他6品丹药。那只是其中一半，真正的原因是你让他想起了他自己。我入宗的时候比秦无月晚了20年，那时候三长老还没闭关，丹院也正是最盛的时候。三长老当年有2个最得意的弟子，另一个是他师兄赵燕青。赵燕青比秦无月早入门5年，2个人几乎是在丹院一起长大的，一起学炼丹。你看秦无月现在这个闷葫芦样，很难想象吧？听老一辈弟子说，赵燕青还活着的时候，秦无月话其实不少，整天笑着，和现在简直像2个人。赵燕青和秦无月性子完全不同，那人热络爽快，喜欢交朋友，丹院上下没人不喜欢他，连三长老都私下说过，等苦情丹炼成，就把丹院正式交给赵燕青。后来出事了，有一天，赵燕青从外头买回来一份新丹方，卖他丹方的是个游风散修，对方说那是失传多年的古方，能炼一种增长灵石的丹药。赵燕青信了，他按丹方起炉，灵草顺序错了，火候也偏了，错不在赵燕青水平不够，而是那张丹方本身就有问题。不知道是那散修抄错了，还是干脆就是存心的，里面有2味灵草配比完全反了，炸炉了。半间丹房当场炸塌，赵燕青就在爆炸正中，连元神都没来得及逃。等人赶过去时，里面已经焦成一片，什么都没剩下。秦无月那时就在隔壁丹房，爆炸一响，他被气爆直接掀翻，半边身子都烧了。等他爬起来冲进去，看到的只剩废墟。后来呢？后来秦无月找到了那个卖丹方的散修，那散修已经换了名字，还在云山城南方开了家铺子，照样卖那些真假掺着的丹方。秦无月没多说一句，进门直接把人杀了。杀完之后，秦无月就被宗门判院带走了。按宗规，私杀外人罪不如杀同门重。可那个散修当时已经和云山城城主搭上了关系，这事闹得很大，判院那边压力不小，差点就给他定了个废修为，逐出山门。最后是三长老出面把人跑下来的，秦无月的命算是保住了。后来三长老干脆把他正式收成了亲传弟子。从那以后，秦无月就变了，不爱说话，不爱笑了，也不再和谁走近，整天除了炼丹就是推丹方算辈比。70年了，整整70年，秦无月没有为谁出过手，也没为谁真正动过怒，更别说为了谁离开他那张石桌。直到你，70年来第2个为了义气去杀人的宗门弟子，就是你。我明白了。去吧，3年后见。行了行了，别整得跟生离死别一样，3年而已，一晃就没了。掌柜，这位公子想看点什么？补气丹、养元散，小店里都有。虽然比不上大宗门里出的，但胜在价钱公道。有3品丹药吗？3品啊，公子说笑了。小店这样的小地方，哪儿进得过3品丹药？1品、2品倒是还有几瓶。公子要不先看看？哎呀，原来是云淼宗丹院的贵客，失敬失敬。小店镇店之宝3品转灵丹，转灵丹服下后3天内灵气吸收速度提升30%。这是我从南边一位丹师手里高价收来的，整个湖镇就这1颗。多少灵石？3000。多少？3000灵石。公子有所不知，宗外的3品丹药可和宗门里不一样，货少路险，运来也麻烦，价钱自然就……这东西在云淼宗里，最多卖300-400灵石。公子说的是宗门里的价，宗门里有丹院，有丹师，还有稳定灵草来源，成本自然压得住。可我们这种小地方，灵草得从药商手里收，炼丹还得请外面散修丹师出手，再加上运费、护送费、折损费，3000灵石真不算黑了。掌柜，你们这里收丹药吗？收，当然收，1品2北都收，品相好的话，价钱都好谈。4品呢
您说4品？对，4品丹药，你收不收？公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4品？仙长说笑了，咱这小铺子一年到头都未必见得着一回4品丹药。这是4品龙纹丹？认得？认得，当然认得。4品丹药里，龙纹丹算是最稳的几种灵气丹之一。中阶龙纹丹，药力比寻常4品下阶强出一截。若是放到云山城那等地方，也有人抢着要。仙长，这丹药我收是想收的，可我收不起。市面上4品中阶龙纹丹，少说也得3万灵石。您这枚药象极好，真要放到拍卖行，只怕还能往上抬一抬。可我这铺子真拿不出这么多现灵石，就算把前后院都卖了，也只是勉强够数，生意就没法做了。灵石没有，别的呢？仙长的意思是，废丹、顶级灵草、灵药，你这里有多少，我都可以看看。有，自然有。仙长，请随我来。别看小店不大，药材的底子还是有些的。这些年收了不少灵草，有些卖不出去，就一直堆在库房。还有几株3品灵芝，都是压箱底的好东西。至于废丹也存了些，都是放久了灵性散去的老货，平日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带路吧。仙长，您请看。这是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收来的3品血纹灵芝，平日里我都不舍得卖。今天若仙长看得上，一并打包带走。废丹呢？仙长，这些东西可还入眼？都要了。好，仙长果然爽快。这么多东西，仙长怎么带？仙长若是担心收纳，小店倒还有件宝礼能送。这是枚下品纳戒，里头空间不大，装这些草药倒也够用，放在外面也值几百灵石。今日这桩买卖做得痛快，我定当结个善缘，送与仙长了。纳戒这东西在宗门里不算罕见，可我还真没有，如今倒正好解了燃眉之急。这一趟值了。这是高阶法剑。仙长，您腰间这柄剑，可愿出手？不卖。70万灵石，若仙长肯割爱，我便是变卖家大，也替您筹来。我说了，不卖。是我唐突了。炼气境3层左右，不算强。跟了一路了，还不出来？老东西，倒还警觉。一路跟着我是宗本派来的。哼，宗门？你想得倒远。哥几个可没那福费给仙宗办差。不过你想活命，倒也简单，把腰上那把剑留下，还有你身上的丹药、灵石、纳戒都交出来。哥几个心情好了，说不定能给你留个全尸。哼，原来是店里的人。知道了又如何？你们3个敢在云淼宗势力边缘劫杀宗门弟子，是觉得我死在林子里就没人知道？老头，你活着回去才叫麻烦，死了事情就干净了。你交不交，最后都一样，只是交了能少吃点苦头。好，算你识相。炼气5层，1层修为，
我这一生被夺过仙嘴，埋过坟，做过几十年凡人，受尽白眼，受尽拖累，能活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咬着牙从泥里一点点爬出来。有些人若只是坑我几块零食，我未必会回头。可这掌柜起了杀心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将重新起也会炼气2层。仙长饶命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大量，饶我这一回，我愿意赔。店里的零食、丹药、药材，您看上什么都拿走，只求您留我一条命。这条线上还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店？仙长，我有几家，仿镇南头卖符的，东街卖兽皮的，还有隔壁那家客栈，平里都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，遇到肥羊就互相通气，有人下手，有人收赃，有人帮着压消息。谁在背后收？城外有个小帮派叫黑鼠帮，平常不露面，可我们几家铺子弄来的东西大多都送到他们手里，他们再往别处散，查都查不到根儿。县长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我只是个跑腿的，真没那么大能耐。您若留我一命，给您当牛做马都行。带我去仓库暗室。暗室？你这种人，不会只在明面上做生意，前头带路。外门弟子只能进第1层，一次最多借2部功法，10日内归还。别碰架子上的红铅功法，那些是内门专属的。聚安吐息诀，凡阶下品，最基础的呼吸吐纳功法，修炼速度慢，适合无灵根凡人强身健体。玄水诀，凡阶上品，水属性攻击功法，我不是水灵根用不了。烈火掌，凡阶中品，火属性功法，同样用不了。第1层的功法果然都是糊弄人的。百脉通明诀，暗室？你这种人，不会只在明面上做生意，前头带路。县长就在下面。下去。县长，东西您都拿了，给你个痛快算便宜。黑店，这老掌柜真干了劫杀的事儿，连云淼宗弟子都敢下手，这是活腻了。那老头是谁？看着都快入土了，手这么狠，狠！你没看见吗？人家把店都抄了。3126枚，2件下品法器，1把短戟，1面青铜圆盾，几瓶1、2品丹药，有补气的，有疗伤的，还有1瓶低阶回灵丹。还撑什么？把储物袋交出来，爷几个还能给你个痛快。你们敢动百草阁的车，进了云山城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哼哼哼，活不活得了，等爷先拿了东西再说。我原本不想管闲事，山门外的是非掺和进去未必能落好，可这药匣一出现，意思就不一样了。这伙散囚劫的不只是路，更是药材生意，而我眼下最缺的，就是这条路子上的门。谁？
打劫打到丹药生意头上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一个老货也敢装神弄鬼！小心！快！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前辈谈不上。无论如何，今日若非阁下，我怕是已经死在这儿了。我叫顾清堂，云山城百草阁的人。你的东西。黑牙帮，这伙人盘踞在云山城南坊巷，明面上替商行护货，背地里劫道灭口，什么脏活都干。最麻烦的是，他们跟城里几家大商行关系不清不楚，上头有人罩着，寻常散修根本不敢惹。你这车里到底拉的什么，值得人家这么大费周章？赤纹参须草，3品灵药，炼制5品冲脉丹的主要之一。最主要的品相放在云山城这种地方，绝对是镇阁级别的宝贝。此药是百草阁花大价钱从外域药商手里收来的，要送给城中一位合作的炼丹师。若是丢了，不光是上千灵石打了水漂，更会彻底得罪那位丹师。在云山城，能炼3品丹药的丹师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，得罪一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用左手去提纯这株3品灵药，炼出来的冲脉丹，药效能到什么地步？用完整的3品药材提品和用废丹融合提品，效果差距又有多大？但现在还不是亮底牌的时候，先把伤稳住。叶道友，我想请你护送我与这株灵药回云山城，事成之后，百草阁必有重谢。我只是路过。除了临时酬劳，我可以用百草阁管事的身份，为你开一个长期供货的渠道。城中3足鼎立，城主府掌管城防税狱，是官面上的主宰；百草阁主营灵药丹材，是正道生意的龙头。而黑市商盟则把控着所有见不得光的资源流通，3方势力之下还养着大大小小的帮派和散修团伙，看着规矩森严，水底下全是吃人的暗流。来这了，来。叶道友，有件事我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。今天你杀了黑牙帮的人，进了城，无论谁问起，都千万不能承认。黑牙帮的帮主是筑基修士，而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，在内城那一位，就连我姑姑都不愿轻易得罪。我记住了。清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其他人呢？路上遇到劫匪。这位是叶道友，我的救命恩人，将那株赤纹参须草立刻送入密库，去请阁主来后堂。阁主正在会客，怕是……告诉姑姑，车队的人死了5个，他会来的。有意思。筑基中期，甚至更高。叶道友从何处来？走动，居无定所。走的哪条路？官道转山渡，抄的近路。平日里做什么营生？什么都做一点，混口饭吃。句句是试探，叶长生句句都接得滴水不漏。去查，3日内，谁经手了3号车队的出发文书？百草阁
平日里收不收品相特殊的丹药？叶道友，此话何意？四品固元丹，这丹药是道友亲手炼制的，来路干净，货真价实。这样的东西我手里不止一枚。叶道友，看来我们的谢礼得重新谈谈了。顾阁主不急，先说说你们现在最缺什么品阶的丹药？青霜，你也出去。姑姑，出去。是。叶道友，这枚丹药可否容我细观？请便。灵力内敛，圆融无瑕，这绝不是普通四品丹师能有的手笔。丹纹成网，灵力内蕴，这药力之凝实几乎已经逼近四品中阶了。云山城方圆百里能炼制四品丹药的丹师，我顾晚州基本都认得，他们大多被城主府或几家大商盟供奉着，就算有丹药流出，也绝不会是这等品相的真品。敢问道友，这枚丹药究竟从何而来？顾阁主是生意人，应该明白，有时候货的来路没有货本身重要。好，这枚四品固元丹，我百草阁愿以35000灵石收购，道友以为如何？除此之外，我愿赠叶道友一块百草阁的刻渊令牌，凭此令，今后在云山城内任何一家分阁购买灵药、租住洞府、雇佣护卫，皆可享受8折内价。顾阁主诚意十足，叶某却有个不情之请。道友请讲。灵石我不需要那么多，我想用一部分灵石换一间清静些的住处，再换一批百草阁库存里那些卖不出去的灵药。我听到了什么？不要灵石，要去换那些卖不出去的破烂，这人是疯了吗？叶道友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这人修行需要个安静地方，至于那些药材，我自有用途。好，我做主了。西城有我们百草阁一处闲置的小院，带一口灵眼，足够清静。我便将那座院子赠与道友，另外再付你5000灵石，剩下的2万灵石全部折算成积压的灵药和废丹，你看如何？如此，多谢顾阁主。道友客气了。日后若再有高品丹药，还望道友能优先考虑我们百草阁。一定。对了，叶道友，3日后城中黑市商盟会牵头举办一次小丹会，届时城中不少丹师、药商乃至城主府的人都会到场。道友若有兴趣，我百草阁可替你安排一个身份入场。有劳顾魔主了。这是炼制清心丹失败后剩下的药渣，药性流失了7、8成，在任何丹师眼里都一文不值。好东西都是好东西啊！百草阁不愧是云山城3大商行之一，底蕴深厚。4品下阶固元丹发了，这下真的发了！这哪里是被流放，这分明是被放出来捡钱！自己如今最大的瓶颈，已经不是炼气境的灵气积累，而是这具身体的承载力。这具身体毕竟死过一次，根基亏空的厉害。若肉身强度跟不上，就算有再多的丹药，也只是镜花水月。必须想办法强化肉身。可断体功法向来珍惜，而且耗费巨大，眼下根本接触不到，怎么办？适用于炼气修士，可补气养身，温养经脉，强健体库。丹药药力刚猛，如同虎狼，容易撑爆身体。可若是能用这些灵膳长期温养肉身，打好根基，再配合灵牙对多余药力的吸纳与反哺，说不定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，为日后冲击断体境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叶前辈，你这是在炼丹，还是在煮自己？
这叫十步。叶前辈，3日后的小丹会由黑市商盟牵头，城中大小炼丹师和药商都会到场，更有来自邻近势力之人参与。姑姑叮嘱，让前辈务必小心，勿要轻易暴露自身底细。好的。小丹会，黑市商盟做东，这可不是寻常聚会。这种场合通常鱼龙混杂，却也蕴含着机会。既然是丹会，定会出现大量丹药药材以及旁人眼中的废丹。灵种现下正值快速成长阶段，对灵气的需求量惊人。走吧，叶前辈。百草阁客卿面积未愈。这垃圾是无人听了。这些废丹中有3枚残丹的核心药性竟未完全溃散，其中1枚暗红色碎丹，残余的火属灵气极为浓郁，内核纯度不减，灵种若能提传吸收，不亚于1枚完整的2品丹。另外2枚则蕴含着罕见的寒热相冲药性，这正是灵种最爱的养料。在这种场合，对一堆垃圾表现出太大兴趣，只会惹人注目。那瓶药药性变动竟隐隐超出了1品范期。叶前辈，你一直看这些，可是发现了什么？你觉得这丹会上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？自然是在那边。丹会里的真东西不一定总在最亮眼的地方。由本地炼丹师依次展示丹药，供与会者品评竞价。哇！此丹以9味主药、6味辅药精炼，成丹率30%有余，药香凝而不散，丹纹走势完整，已达3品中阶门槛。赵丹师的手艺，云山城中怕是无人能及。这丹纹密度离3品上阶也不远了吧？好丹，不愧是赵丹师。过奖过奖。叶前辈觉得这丹如何？这丹外强中干，丹纹确实完整，可丹心处的灵气有一层细微断裂，这说明凝丹最后阶段的火候失衡。所谓的丹香凝而不散，其实是内部灵气控制不住，再往外溢散。哇，2000灵石，赵大师的丹药那可是有价无市啊！更关键的是，有味辅药的比例过高，导致药性偏燥，短期服用或感灵气充盈，久服之下，燥性会在经脉中累积，轻则修为停滞，重则经脉受损。这种货色，在真懂行的人眼里，最多算3品下阶，还是带隐患的那种。你们云山城的人平时都这么好骗吗？不好。这位道友，方才可是对我这枚聚元丹有什么高见？这丹外头做的确实讲究，丹纹走势完整，丹香凝而不散。可惜火候过了半分，收丹时急了那么一下，表层药性被硬生生锁死，丹心里头已经有暗裂了。现在看着饱满，灵气充裕，可过些日子，这丹药药性让炼气中期修士吃下去，运气好就是吸收不全，白花灵石，虚耗了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灵材。运气差一逆冲，丹田受损，修为停滞不前，也不奇怪。收丹时急了半息。这老兄说的8成是真的，这真有暗裂。这丹不会真的120灵石，谁要是买了？敢问道友师从何处？这等断丹眼力，老朽行走云山城20余年，少见。陈前辈过誉了，算不得什么师承，就是年纪大了，吃过的废丹多，见过的烂药不少，自然就看得准些。
吃废丹吃出来的眼力，这什么路子？经脉逆冲，丹田受损。人家确实一眼看出来了，陈半炉都验过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不知道，好像是百草阁带来的吧？百草阁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了？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，你能看3品成品丹？